大家好，今天雨稍微停了，难得出太阳，有影子，然后连续几天的大雨，满地都是落果，然后另外一边就淹水，所以我移过来这边拍。然后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为什么车子会发不动？但是车子发不动的原因很多，你要每样细项讲的话，在我来讲，我可能会很难描述，因为我还是很习惯，就是说，当我碰到了什么状况，我会就实地的跟各位谈的话，会比较真实啦，那我讲起来也会比较顺。问题就是昨天我按照惯例要出门嘛，突然一样车很好发动，我一按就发动了。然后我都会让它热车嘛，大概热到自动主风门关闭，你就怠速会稍微开始下降的时候，我就准备要动了。我的油门一加下去，啪，熄火，然后后面就再怎么发都发不动了。那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完蛋不妙，一定有什么状况。然后因为我是化油器的嘛，我还有那个踩发杆，所以我就是用脚踩发。第一脚下去我就想说完蛋了，这么软。因为引擎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还是解释一下，就是引擎就是靠压缩比，你的吸气量是气缸的缸径加冲程，吸气量是由这个控制的，吸气数是由缸径跟冲程控制的。那为什么会发动？就是因为有燃料，有电，火星在点火嘛，就有火跟有空气，这三样结合起来，然后导致会有火你压缩起来的话就是爆炸，爆炸就引擎会发动嘛。这是很粗略的说法啦，各位不要跑我。那昨天的状况就是一开始是很好发动，一触即发，热车结束以后要启动，油门一下去就啪熄火。后面再怎么电发，就是你光电发你就听到你的启动马达在动很快，有点像轨道车那种感觉。那时候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妙了，用踩发杆下去，因为发久怕电瓶没电嘛，然后用踩发杆一踩很软，就知道不妙了。应该是没有压缩比。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会没有压缩比。以车辆来讲，我刚刚有介绍就是引擎发动的基本的说法嘛。那如果没有压缩比的话，变成说，除非你的点火够强，你的供油啊，就燃烧三大原则嘛，三大要素，燃料、火、空气。基本上你这三个，如果你量可以大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算没有压缩比，它还是烧得起来。但是要去配合这三个的那个混合比，这就是混合比的东西。你混合比如果配合的好的话，它还是发得动，但是应该是会超级没力，因为你没有压缩，你压缩比很低的时候，低到已经发不动。但是如果你一让它发动爆炸的话，它的推力也没那么好，所以会很没有力。这是压缩比的基本说法。那为什么会没有压缩比？以引擎来讲好了，空压机有压缩比这种东西，因为它要推压缩空气嘛。我们以车辆来讲好了，为什么会没有压缩比？要么就是气门没有关闭，但是我讲的是这边讲的压缩没有压缩比是那种已经很压缩比，如果你有工具车的话，已经非常非常低。白话讲就是很大量的漏气，这个叫做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那会造成压缩比超级低的状况，就是要么活塞破掉，要么气门进排气门没有关起来。因为你压缩到上时点的时候，进排气门是整个都是关起来的，然后它爆炸以后才会有足够的冲力往下压活塞，然后才导致马力的输出、动力的输出。
基本上要就钢体破掉，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就算活塞环或者钢壁磨损，你要严重到一点压缩都没有，那这几个东西是真的很难。那像我昨天那个状况就是，我后来把火星塞拔起来以后，我用手指伸进去下去压那个火星塞孔，然后按电发，你可以感觉得到它会有推力啦，就表示说它的压缩还是有，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因为引擎这种东西要求的是以最少的燃料达到最好的混合比去做动力的产生，所以不可能说用很多的油。当然了，可能到当时下去用混合比把它调浓一点，搞不好还是会发动，也有可能。因为车辆发不起来，像我的这个状况，我就是先检查嘛，点火有点火，供油有油。因为我昨天的发生状况就是因为发不动，你怎么发不动，但是你听得到启动马达运转很快，踩发感很软。我第一个直觉就是压缩比不够，没有压缩啊，因为是发不动，所以还是要做最基本的检查嘛，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燃烧3大要素嘛，空气有进气有，燃料有供油。那为什么我会知道有供油？因为你在拔火星塞之前，你一直用电，你不要硬关油门哦，当然硬关油门也是可以，但是你会导致火星塞湿掉。基本上你可能可以的话灌个2下，然后电发完以后，你手伸过去排气管尾端那边，稍微就是让气喷到你手上，然后抓住，然后闻一下，放开闻。如果有闻到油气，多半就是你的油没问题。这是我在测燃料有没有进到气缸里面的方式啊，很简单的方式，虽然准确率没有很好，但是你做快速的故障排除的时候，这个很好用。所以我刚刚讲了，燃料空气进气正常，燃烧燃料有喷进去，汽油有喷到缸内，所以排放出来的有汽油味，因为没有燃烧嘛，所以排放出来的有汽油的味道。再来就是点火，这时候就是把火星塞头拔起来嘛，火星塞头拔起来以后，直接插在火星塞帽上，靠近缸体，然后按电发，看它有没有跳火。因为我的跳火也是正常啦，所以我后面才变成说我是用手指去堵那个火星塞孔，堵住以后按电发，因为你用力堵住的时候，你会感觉有气体往外冲。那就表示你的压缩是偏低，但是没有低到说像气缸火柴破掉啊，或者说气门没有关闭那种这么大的洞，才会导致那种压缩降到非常低，甚至没有压缩。所以当下我是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时候就要讲上一篇。我上一篇有讲到，可能要从我在聊我进站黑菇这个问题那边开始讲起，因为上一篇我在拆火星塞的时候有发现，我那个火星塞上面的积碳掉了一块，蛮大一块，以积碳来讲，那个算是蛮大一块。那掉这么大一块的话，运气好，它就直接从排气门排出嘛。但是如果运气不好的时候，因为火星塞上面的积碳都有办法掉这么大一块的话，那缸内的积碳应该也是很严重，因为黑菇的问题。因为我黑菇就是因为电盘出来的那个三相接头，那个大电的接头那边阻抗太高，就是它会导致点火不正常。可能其实火星塞并不是每一次压缩它都会点火，它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很小的几率不点火，这个我之前也有谈过。所以在许可范围下不点火是 OK 的，但是当你已经不点火到你会觉得有点像汽车的沙卡，我们所谓的汽车的沙卡就是，但是如果是6缸车就变成5卡啦，但是一般就是这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说法，以前可能都是4缸车最多，就是4缸有1缸不点火，3缸在点火，
引擎会滚，会有抖动的状况。你会很明显感觉出来，一般的师傅都会说如果确定是点火问题，就是说这是沙卡。然后在单缸没有其他的脚可以运作嘛，所以变成说我的黑菇就是因为点火方面很弱，可能供油过浓，因为那阵子我在抓黑菇，我混合比也调，怎么都调，也有可能是因为线组的问题导致点火变很弱。然后我供油又过浓的时候，它燃烧就没有那么好。火塞有下去再起来，有继续完成它的运作，但是可能就是有几次没有燃烧的很完全。所以变成说我那天拆火星塞起来看积碳这么严重，然后又掉了一块，因为这是事后嘛，事后我的车已经好了。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会是因为有压缩，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会是里面，因为我现在引擎状况算正常，里面的积碳在脱落的时候又比较大块，卡在那个气门上，这个是有几率的，但是应该很少人会有机会碰到。当你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引擎在爆炸，然后爆炸的威力，燃烧状况够好的时候，爆炸威力够强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比较附着力比较差的积碳就会脱离。但是如果比较大块的话，可能你引擎在运作的时候，它就会卡在那个气门缝上，因为气门要打开嘛，它可能就掉在那边，然后就卡住，有可能就直接粘住吧，因为压下去它可能会就直接压在这边。然后正常来讲，如果因为我是假设是这个状况，所以我就先进行故障排除嘛。因为正常来讲，应该是先接空压机、接气枪，朝火星塞孔里面灌气，你不用堵，就直接往里面吹气就好，然后按电发，让活塞气门下去撞，去做一个扰动就对了，想办法把那个卡住的异物让它脱离掉。但是我现在这边我没有空压机，也没有气箱，所以我用的是第二个土方法，就是朝里面灌机油。你量不用多，就可能灌个几 cc 吧。我是拿一个小针筒，差不多这么粗的针头，然后抽大概这样子的机油，然后灌进去。灌进去以后，火星塞锁回去。进站再锁火星塞要注意，真的不要锁过头，锁过头很容易裂缸头。就锁回去以后，东西都还原。这个先不用装，然后就赶快发动。一开始一样很难发。当你机油灌进去以后，火星塞锁回去，火星塞东西都还原以后，就是可以发动的状态下，你可以先电发个2下，然后尝试着用脚踩，如果有踩发感的话，踩看阻力有没有稍微变大。因为倒油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活塞环它密闭的状况更好，导致里面的压缩更强。然后压缩更强就表示它在可以推动的气体会更多，它不会从旁边漏。借由这样子的话，去把卡在气门上的异物冲洗掉或者是吹掉。然后我也是这样子处理，结果很幸运的就让我直接就发动了。然后我就骑出去嘛，虽然赶着要出门。像昨天，为什么昨天没有拍？是因为那时候下大雨，然后我这边我没有遮蔽物，所以我只能就是这边是我家的晒衣架，然后这边是我的车，我就在这边拿一把小雨伞卡在上面，就蹲在这边修。所以这种状况下，我没办法拿手机出来拍，因为那个拍下去可能手机也挂掉了。所以我当下就是这样子先做紧急处理。因为你里面的机油它是不可燃嘛，它是可燃的，但是以正常来讲它是不好烧，所以变成说你在发的过程中你要发很久。当有开始有发动的迹象的时候，可能油门稍微补一点，你补太多会导致火星塞失掉，也是不会发。当你发动这个状况，像我昨天这个状况发动以后，排气管一直冒白烟，那正常，因为我们是灌机油进去嘛，机油你
爆炸燃烧以后，它出来的一定是白烟。可能很多人说啊，空气污染这样，问题是没办法，你这是修车的步骤之一。我是觉得空气污染这种东西，你不要刻意去为之，你真的没办法说稍微适度一点点，这个没办法。发动以后也是提心吊胆的骑出去，整路过程很小心的去感觉引擎的状况。今天算是补拍啊，我有采发感嘛，我先采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阻力就是正常，它会有个阻力。这个状况下就是正常。我现在因为我昨天的状况是冷车发动嘛，发动以后，然后等热车结束，要加油门的时候就啪就熄火。那我今天也是一样，这是排气管嘛，头端是冷的哦，我可以摸这么久，表示它应该是冰的，很冷。然后我现在就是发动，然后看它是不是一样，等我一下。而且我有感觉，昨天那样子故障排除掉以后，我的气门声变很小，尤其在骑的时候，因为我这台在可能骑70、80的时候，你会听在加速的时候，你会听一个哒哒哒哒哒。一开始我以为是气缸的敲击声，就是稀薄燃烧嘛，但是稀薄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于低速的时候啊。低速加速的时候会这样子，在高速的时候应该是不会，但是就会哒哒哒哒哒。但是昨天这个状况弄完以后，我有发现我的引擎声好像有比较饱满，然后气门声也变小，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啦。好，现在怠速掉下来嘛，就是自动主风门开始在关闭了。然后我昨天也是这样子，我就准备要出门了，叫油门就补下去。没有熄火，那应该就表示这个状况应该是解决掉了。那顺便补充一下，就是怎么最简单的去测压缩比。当然，你如果有电发的话，你仔细去听，如果你细心的去感觉，你会听得出来，你的启动马达它运作的速度会比平常快很多。很快就带过去，那个多半就是压缩比太低，因为没有阻力嘛，你没有压缩会有对活塞会有阻力，所以就像很多人改缸说改完那个大气系数的缸就必须换启动马达一样的道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电发，你去感觉它发动的那个速度，你去听启动马达在发动的速度是不是比平常快很多？如果是，那可能就是你的压缩比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有踩发感也更简单，因为踩发感直接踩下去就是它直接带动曲轴嘛，带动曲轴，然后就会让活塞运作。如果你踩下去很软，几乎不用什么力量大力下去踩发感就下去了，那个是没有压缩。还是不死心的话，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但是这个比较不准啊，因为像进站的话，进站的排气管除了后面有一个洞以外，所有排气管后面都有一个洞嘛。进站在下面这边，它在这样不好看，这样好看不看得到。这边。这样看得到吗？这边那边有一个排水孔，所以进站来说的话，这样子比较不准的，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得到。如果你就是用手嘛，因为冷车状况，如果是冷车状况，手就直接
堵住排气管后面，然后下去电发。如果手指被推动的力量很轻的话，那可能也是压缩比过低。这个是比较简单都不用去拆任何东西，就直接就可以，你可以去观察你车辆压缩比的方式。如果你车突然发不动，你基本上车辆故障，车辆发不动，有时候是故障，有时候是人为疏忽引起的。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你要我一样一样举例的话，一时半刻可能也讲不完。基本上就是引擎为什么会动，就是三大要素嘛。燃料、火就是活性塞通电，然后空气。基本上车子如果发不动，尽量就是先朝这三个东西下去做检查。然后如果这三样东西都检查完以后，最重要就是压缩比。你如果这三样东西都正常，但是没有压缩比的话，它引擎要能够运作的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不是说发不动，也还是有那个几率会发动，但是那个可能你车骑起来会非常非常没力。所以说车辆故障以发不动这种故障来讲的话，最基本的检查就是三大要素，再来就是压缩比。这四个东西检查完，如果这四个东西都没有问题的话，还发不动，这个可能就是大问题了。因为燃料嘛，你的燃料有进到缸内，火星塞有点火，表示你电路系统都正常。燃料有进去，就是你的油路是正常的。有可能过浓，有可能过淡，这个还可以做调整，但是你不可能说正常来讲，正常每天骑都正常。如果你每天都能够正常骑的话，也有可能啊，但是那几率很小，就是你的混合比都过高，但是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像我这个积碳的问题，突然啪掉了，就卡住气门，这也有可能，但是几率很低。所以说车辆故障发不动就是这四个要素，现在改成四个要素：油路供油正不正常，火星塞发电电路正不正常，空气你的进气系统正不正常。然后这三样都正常以后，再来就检查压缩比。因为引擎如果没有这三样如果都正常，没有压缩比，它也很难发动。好啦，那昨天吓了我一大跳的，突然没有压缩比，这个的检查跟解决方式就到这边了。希望这次的大雨没有对各位造成太大的困扰及损失。好啦，谢谢各位，拜拜。